活水。Require immediate backup at Papa 408。我许话，住手！不要过来！警察，有话好说，不要冲动。没什么好说的，他们都要我死是吧？我死给他们看！哎，你冷静点，不要乱来，我会帮你的。没有人可以帮我了，一个好好的家，让我搞成乱七八糟，我害死了我老婆。Kilo Juliet Task Force 2 Division over. 没有母亲。 The said Sergeant Paul Kerosene and try and set fire to himself. Request assistance to dispatch Alpha Bravo and Foxtrot Bravo. Over. 你儿子已经没有妈妈了，如果你也死了，谁来照顾你儿子？不要再说了，有些是不会原谅我的，我不配做他老爸。不要啊！走开！不行啊！不行啊！ 开车，我想。放开！为什么不让我死？为什么要救我？吴启华先生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了？能不能够接受我们的问话？ 前天晚上9点15分左右，在碧山的停车场发生了第一起纵火烧车案。有目击者看到你在案发现场出现过，为什么你会在那里？你在那里干什么？我没有放火烧车，我当时只是想回家，却遇上了追债的大耳窿。 吴启华，不要跑！老哥，不要打！我真的没有钱，你给我多点时间好不好？你不跑，我怎么会打你呢？没钱还是吗？现在我就给你一条财路。财路？什么财路？你好，我有一个朋友是在卖迷幻药，现在正需要人手。 他说，如果我帮他做跑腿卖迷幻药，我很快就能还清我的债。你有2天没回家了，是不是为了避开大耳窿？我2天前连工作都没了，我不回家，是因为我不敢面对我儿子，我不懂得怎么跟他说。 爸爸已经没有工作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。昨天早上7点钟左右，你被2名警员发现你的行踪。喂，你在干什么？当时你为什么拿出打火机？我当时想抽根烟，可是一见到警察。 我只能赶快逃走。当时你身上是不是带着迷幻药？那时我的心情很乱，除了拼命跑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昨天早上9点钟左右，你在红帽桥中心出现过。你在那里干什么？给我2瓶活水。 你进入了一间五金店，买了2瓶活水。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决定烧死自己，一切就能结束了。可是我却没有勇气这么做。那你今天早上为什么会出现在大巴窑的停车场？本来应该在那里见一个人，他的外号叫大嘴亮。这个大嘴亮。 本名张明亮，有贩卖迷幻药的案底。你去那里，是不是要交货给他？大石亮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们是谁呀？我没有在约好见面的地方等他。
因为那时我已经决定，我不能再错下去，我要烧死自己。可是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很自私吗？我知道你对你太太陈美丽的死感到很内疚，觉得对不起永健。可是你没有想过，她已经失去母亲了。她现在最需要的人是你。你怎么可以那么自私，让你的孩子去承受你的痛苦？一个孩子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父母，这种痛苦会伴随他一辈子，永远也抹不掉。你怎么忍心让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去承受这一切？永健和他妈妈一向感情很好。当美丽死的时候，永健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也不理睬我。有时连看都不看我。我对不起他，我对不起他母子俩。你真的想弥补你的过错，就更应该坚强的活下去。我想，永健知道你真心爱他，他迟早会原谅你的。可是如果你就这样走了，会对他造成更大的伤害。他会恨你一辈子的。我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，我可以见我儿子吗？永健，我是个没用的爸爸，我从来没有好好的照顾你，害你受了这么多苦，你怪爸爸是对的，可是爸爸知道错了，以后不会这么做了。爸爸答应你，以后不再离开你。我也答应了妈妈，以后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。永健，原谅爸爸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妈妈每天都在哭，她很伤心。每天都在等你回家，可是你没有回家，你害死妈妈的，为什么要害死妈妈？我要妈妈回来，我要妈妈回来，妈妈。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永健对不起。可是爸爸真的知道错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原谅爸爸好不好？永健，
发生2起纵火案期间，我们都找到时间证人，证实巫启华不在案发现场，他已经洗脱了嫌疑。巫启华一直是拥有最大嫌疑的人，我们现在必须重新设想过了。Ma'am， 这是罪案情报局所提供的资料，在1年前曾经发生过类似的纵火案。1年前4月和6月，分别发生2宗类似的纵火案件，在碧山和汤生路3段停车场内发生。那个时候，车轮胎上没有残留蜡烛的痕迹。不过2辆被烧毁的车子恰好都是红色的轿车，这证明我之前的猜测是对的。近期发生的这2宗案件，很可能是同一个疑犯做的。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连环纵火的惯犯。这个纵火犯大费周章的放火烧车，肯定不是为了贪玩或者是恶作剧。我们必须找出他犯罪的动机。如果他用火来表达情绪，这就表示他心里充满愤怒。这个疑犯一定很痛恨红色的车子，他有可能有不愉快的往事，和红色车子有关。这么说，这是属于一种报复性行为。你看这个，好像是寿衣店的拜祭品，会不会是有人在这里拜祭死去的？在第1宗纵火案的案发现场附近，我们找到了一些拜祭往生者的祭品，还有蜡烛。这些东西可能跟纵火案有关。他在那里拜祭，难道有亲人在附近意外去世？这么说来，这名拜祭的人很有可能是疑犯。我会去查一查过去2年内在那里发生的任何案件。那个疯子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哼，如果不是我们救了他，他早就变烧猪了。唉，真是不明白，怎么会有人选择用这么笨的方式来结束生命？喂，你干嘛这么不开心？没有啦，我只是觉得自己动作还不够快，不然他就不会受伤了。你的反应已经很快了，不要想太多了。我就快去特别行动指挥处面试了，到时候他们可能会测试我的应变能力，肯定比这个还难。我担心过不了关，考不进 STAR 部队。不要给自己那么多压力，太紧张反而会影响表现。我对你有信心，你行的，你一定可以成为我们警察明星部队的一份子。嗯，我一定行的。桂祥文雄，Sir，就事有话跟你们说。坐。桂祥、文雄，你们这一次能及时找到巫启华，并阻止他放火自杀 ，Good job。Thank you, sir。挑Sir，还好及时用灭火器灭了火，火势才没有蔓延开来。如果不是你们及时拖延他自杀的时间，我也没有办法做什么的。是桂祥够机警，发现了那个大嘴亮的举止有问题，我们跟踪他才会碰上巫启华的。哎，你的茶是不是加了太多糖？怎么嘴巴变得那么甜啊？你能留意到有可疑的人物，并且及时采取行动，表现不错。我只是做好本分。哎，对了，Sir，这个巫启华是不是纵火犯？调查组已经确认，巫启华跟纵火案无关，真正的疑犯还逍遥法外，所以我们得继续埋伏行动。Yes, sir。张桂祥，你又想怎么样？我可以跟你谈一下吗？翔哥，我在停车场等你。我要出发了，有什么事就快点讲。那天是我太心急，所以才会说出那番话的。什么话？我说你是故意追不到巫启华。哦，就是这句话。你不说都说了，现在想怎么样？我知道你们这些有钱人就爱看不起人，动不动就认为别人是不行的。我又没说看不起你。还说没有，有事发生就马上赖在我头上来，就好像我做错事就是应该的。你摆明就是看扁我，才会说我失职。你听好，我张桂强就算再烂，在工作上也不会乱来的。我已经低声下气向你认错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你有认错吗？我没听到啊。
你有诚意的话，就说清楚一点。张桂霞，你玩够了没有 Ma'am， 这个人想来跟我道歉，可是到现在都说不出那3个字。这家伙是在捉弄你的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如果他还在生气的话，那你还会嬉皮笑脸。我说错话，的确是我不对，我应该向他道歉的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我不是那么小气的啦。不过你以后说话呢，还是要小心点，不是每个人都像我张桂祥那么宽宏大量、不计前嫌的。喂，人家都道歉了，你总该有所表示吧？我已经很大方的原谅他啦。那我先走。韩小阳性子是急了点，但是他没有中伤你的恶意。大家一起工作，不要把关系弄得那么僵。我知道他的外号叫不认，这颗子弹满天乱飞，偶尔被射中一下也死不了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为难他的。怎么了？案发当晚，我们在永健的书包里面找到了2根蜡烛。为什么你书包里面有蜡烛？是我爸爸叫我帮他捡的。撒谎！是真的，是我爸爸叫我帮他捡蜡烛的。当时陆启华已经绝望，他连家里的水电被切断了几天，也不闻不问。怎么可能叫儿子去捡蜡烛？可是永健为什么要说谎，说是巫启华叫他去捡蜡烛的呢？我想永健还有事瞒着我。案发当晚，他在现场一定曾经看到可疑的人。永健想要庇护的这个人，一定是他认识的，而且我相信应该对他很不错。他书包里面的那些蜡烛，很可能也是那个人给他的。还有一件事情更可疑。你们看，我有钱，我可以自己买东西吃。你认为这些钱也是这个人给永健的？有可能。永健跟他父亲的关系不好，这个人又这么关心他，也难怪他会想到要知恩图报。哎，对了，刚才你说那些蜡烛很可能是这个人给他的，那可见这个人对永健家里的情况很清楚。这个人会是谁呢？你好，我是警察。什么事？我想问问隔壁家吴启华先生和吴永健的事情。阿健他怎么了？他没事，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他们2父子之间的一些事情。他们平时的关系好不好？我不知道。那平时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我跟他们不是很熟，也很少看到他们。你去问其他人吧。那好，谢谢。我怀疑是这位老先生给永健钱的。有人在家吗？他可能出去了吧？我们在这等一下吧。为什么你会怀疑这位老先生？我提起永健的时候，他的脸上流露出很关心的表情，可是很快又掩饰起来，照作很冷漠。照你所说，
在巫启华自我放弃的那段期间，应该是这位老先生在照顾永健的生活起居。就算不是他，肯定有人暗地里照顾永健，要不然，一个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生存的。这位老先生故意隐瞒他和永健之间的关系，的确很可疑。喂，是的，我们会尽快找到他。陈女士刚刚打电话来，说永健在1个小时前从家里偷跑出去，到现在都没有消息。怎么会这样？永健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我担心他会出事。你们2个有没有看到永健？没有。你们最后一次看到永健是什么时候？前天咯。他平时还会去什么地方？不知道。15分钟前，石龙岗上段的一个停车场发生第3起纵火案，永健被发现昏迷在案发现场附近。从现场的情况看起来，肯定是同一名疑犯干的。这2起纵火案都和巫永健有关，刚好这次案发现场的附近又发现昏迷的永健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我们已经找到一个可疑的男子，他是巫永健的邻居，在半年前一直在照顾巫永健，他们2人的关系很好。假设这名男子是疑犯，那巫永健会不会是帮凶？这点我还不肯定。不过我相信巫永健知道谁是疑犯。这里就是发现永健昏迷的地方。Ma'am， 这是那个小男孩的书包，还有这个。案发当时，永健来到这里，可能忽然间哮喘病发作，刚好喷剂又用完了，才会晕倒在这里。假设巫永健认识疑犯，他应该是跟着疑犯来到案发现场，也很可能目睹了整个案发过程。我们会去医院跟他录一份口供，希望他跟我们说出真相。这3起连环纵火案虽然没有伤到人，但是疑犯干案的次数越来越频密，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，事态变得很严重。署长已经下了命令，要我们尽快破案。Yes, ma'am. Ma'am, sir. 永健，你觉得怎么样了？还会不舒服吗？医生说你已经没事了，很快就会复原。永健，我们想问你一些问题，你老实的回答我们，可以吗？今天中午，你从你表姑家里偷跑出来，是不是回去你自己家？不说也没关系，我们已经知道，你是见你隔壁家的阿公是吗？你是不是怕阿公会伤害你，所以不敢跟我们说真话？阿公不会伤害我的。在这半年来，你爸爸没有好好的照顾你，隔壁家的阿公看你可怜，就照顾你，还给你零用钱，是不是？当你家的电源被切断的时候，阿公给你蜡烛用来照明是吗？那天晚上车被烧之前，你是不是看到阿公在那里烧金银纸？那天车被烧的时候，你已经怀疑是阿公做的，
只是你为了保护他，没有说出真相，是不是？阿公没有做坏事，你们不要抓他。今天你回家跟踪阿公到停车场，看到阿公在放火烧车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你们别问了好吗？永健，我们知道你和阿公的感情很好，可是阿公已经不止一次去烧别人的车子，他再这样下去呢，迟早会伤害到别人的。你如果真的想帮阿公，就应该跟我们说真话。你也不希望看到阿公继续做坏事，对不对？你好好休息，我们会再回来看你。希望到时候你能跟我们说出真相。于天宝现年64岁，无业，目前接受福利部的援助金过活。1年前在新民 Avenue 发生一起车祸，受害者就是于天宝10岁的孙子于宏志。宏志，小心啊！宏志！于天宝在车祸之后膝盖受伤，导致他行动不便，也因为孙子的死，他的性情变得暴烈孤僻。他的儿子和媳妇都无法忍受他，两夫妇也因为失去儿子的痛苦，在8个月前移居到外地去，直到现在都没有再联络于天宝。据于天宝的口供，肇事的车辆刚好也是红色轿车。难怪他这么痛恨红色的轿车，原来是因为当年这宗车祸。在车祸发生3个月后，在汤生路上段的停车场就发生纵火案，很可能是于天宝干的。先来假设于天宝是疑犯，他在1年前连续干下2宗纵火案之后就沉寂下来，为什么等到现在又重新干案？我查问过于天宝的邻居王女士，她说于天宝最近1个星期内心情很恶劣，曾经无故谩骂她。我猜测于天宝可能是在最近发生了什么事，刺激他又再次纵火烧车，目的是在宣泄心中的不满。现在最关键的人物就是永健。邬永健到现在还是什么都不肯说。邬永健和于天宝的感情很好，我想他是想保护他。于天宝心情转变后，应该会很孤僻，为什么还主动去照顾邬永健？失去孙子，对于天宝来说是最真切的悲痛。我想他是把思念孙子的那份感情带入到永健身上，才会那么疼爱他。于天宝形迹可疑，也有足够的动机，目前是最大的嫌疑人物，我们必须尽快查出他的下落。我已经申请了搜查令，并联络到于天宝的屋主来开门，让我们进屋里搜查。于天宝先生，请你开门，我们是警察。开始搜查。Yes, sir. 于天宝就是用这个东西来烧车的。当插在中间的火柴被点燃，就会迅速燃起火焰，在短时间内烧毁车子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车轮胎上会有蜡烛的痕迹。我们必须马上通缉于天宝。Ma'am， 我们在客厅内的抽屉里找到这些符。圣义庙。
怀疑你涉嫌多宗汽车纵火案，现在正式逮捕你。放开我！从1年前到现在，你是不是分2个阶段纵火烧了5辆红色轿车？是我烧的，那又怎么样？那个王八蛋开车撞死人，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报应，老天爷不收他，我自己来报仇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可以烧掉那王八蛋的车子。于天宝先生，我们知道你的孙子不幸发生车祸，可是你这么做根本无法替他讨回公道，你只是在危害无辜的人。我不管，靠你们警察去抓人，等到我死了也抓不到。我们查到，在1个星期前，有1名车主报案，当时你在大巴窑的一条街道越过马路，差点被一辆车子撞到。哥，走路小心点，你没有看车。你自己驾车不小心撞到人还那么凶，我记住你的车牌，你给我小心一点，信不信我一把火把你的车子给烧了？在1年前，你烧了2辆车子之后就停止了，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导致你情绪爆发，再度放火烧车？这些混蛋以为有车就很了不起，开车撞了人就逃走，我放火把他们的车子烧了，让他们以后不能再害人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有无辜的人被拖累，差点连命都没有？你乱讲，我又没有烧死人。吴永健，他是不是差点被你害死？永健，他怎么样了？他没有什么事吧？永健现在在医院，已经没事了。今天下午4点左右，你在石龙岗上段的停车场纵火烧第3辆车子的时候，永健是不是跟你在一起？我怎么知道他会偷偷的跟着我到停车场去？当我要点火时，他突然就跑出来。阿公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阿公，你为什么要烧别人的车？你不要管我，你快走开！我可以为洪志报仇了！快走，快走，快点！这你做什么？你哮喘发作啊！阿公，要。没有，阿健，没有，阿健，你醒醒啊，阿健，你醒醒啊，阿健，你不要瞎供啊，阿健，你说话呀，阿健。我当时心里很乱，又怕被警察抓，所以才会抛下他不管。这半年来，你是不是一直照顾永健的生活起居？这孩子刚刚死了妈妈，很可怜。永健念着你对他的恩情，到现在为止都不愿意说出实情，指证你就是纵火犯。而你为了要逃命，弃他于不顾，你会不会太狠心了？我知道是我害了他，不过幸好老天有眼，他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于先生，我们都为你孙子的不幸感到很遗憾。可是你抱着这个仇恨，任意烧毁别人的车子，到头来只有害人害己。我想，洪志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爷爷这么痛苦的活着。当洪志被车撞死时，我真的很恨自己。为什么我那么粗心大意，没有好好的看着他？是我害死洪志，他才10岁，只有10岁就死了。救命啊！洪志，我当时喊破喉咙，都没有人理，眼巴巴的看着洪志走了。他是我最疼爱的小孙子啊！我老了。为什么死的人不是我，是他？
谢谢。可以借我一点时间吗？我现在心情有点郁闷。坐吧。看到于天宝这个样子，我真的很不忍心。有时候我宁愿我们所逮捕到的罪犯都是穷凶极恶的人，至少我心里不会这么难过。于天宝的孙子发生意外后，他的儿子和媳妇或多或少会怪罪于他，再加上旁人的不谅解，使他的怨恨越积越深，才导致他有这么偏激的想法。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很好的管道来宣泄心中的不满，造成他们采取这么激烈的方式来进行报复。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帮助他们呢？我听过一则小故事，故事发生在印度的一个小村落。有一位妇人，因为她的粗心，让家里的3个孩子活活的被火烧死。她很害怕，害怕她丈夫回来之后会怪罪于她。可是等她丈夫回来见到她时，只跟她说了一句话。你猜是什么？你没事吧？他跟他妻子说：“亲爱的，我爱你。”然后紧紧地抱着他的妻子。丈夫真的很了不起。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人往往会迁怒于旁人。可是这样真的有用吗？如果我们都能像这位丈夫一样，以一颗宽容的心去包容别人的错误，那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发生那么多悲剧。怎么了？交通警局的 ASP James Wong 通知我，涉嫌撞死于天宝孙子的疑犯已经主动回国自首。他在1年前不是已经逃到外国去了吗？疑犯的护照已经到期，在律师的建议下，决定回国自首。其实交通警局一直都有跟进这个案子，只是于天宝的儿子没有告诉他。我想，如果不是牵涉到引渡的问题，警方应该一早就已经逮捕到疑犯了。天网恢恢，这名疑犯终于要为他的过错付出代价了。酒后驾车是很危险而且不负责任的行为。很多人知法犯法，以为可以小心过关，酿成惨祸，害人害己。后悔的时候已经太迟了。我明天就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于天宝。虽然不能挽回他孙子的性命，不过总算能替他的孙子讨回一个公道。那永健接下来会怎么样？如果吴启华被判入狱，永健就会被送去社青体部，然后安排住进孤儿院。等吴启华释放出来之后，才可以把他送回家。希望到时候吴启华能振作起来，
好好照顾儿子。那你现在好点了吗？早。Morning sir，这么早就要练习跑步？我上次追不到一饭，觉得有点不甘心，所以就来锻炼一下咯。换成是以前啊，我不用3、2下子就抓到他了。你懂得弥补自己的不足，这是很好的心态。继续保持这种上进心，你一定可以做得更好。Thank you sir。Sir， 我先走了。桂香，我们来聊一聊。我记得当2家赌场开幕时，警队里一些同事辞职，跳槽到那里当保安。那时你应该也是被他们相中的人选之一吧？老实说，我曾经动心过的，可是想了一想，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。我听说你常埋怨当警察的工作时间长，收入又不成正比，为什么当初会选择留下？是，其实我只是嘴巴痒，随便埋怨的，你不要当真。放心，我不是在责怪你，我只是好奇当初你决定留下来的原因。我也不懂嘞，我只是想到，每当人家问我是做哪一行的，我回答是警察时，他们的眼光就会有点不一样。你觉得受到尊敬？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所以才留下来。有没有后悔过？没有，虽然这份工作有时是辛苦了一点，不过可以给人尊敬一下，那种滋味是不错的。还有，最重要的是，身为警察，让我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。哎，你道歉了，我也原谅你了，干嘛还摆出一副臭脸？我又没有生你的气。那是在生谁的气？男朋友啊？哎呀，2个人在一起，当然有时会吵架的啦。那，你让我一步，我让你一步，不是天下太平咯？干嘛这么看不开？我都没有男朋友。像你这种脾气，没有男朋友也是正常的啦。张桂祥，你少说2句废话行不行啊 Division to Echo 3 Romeo 4 Bravo over. Send over. Proceed to block 859 at Toa Payoh Lorong 4. Case of one female subject attempting to jump down from the block. Roger. Echo 3 Romeo 4 Bravo. Proceeding to scene now. Over.